这勋爵府竟这么大方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送了这么多的珍玩宝贝过来。这要是嫁过去了，那吃饭的碗啊、碟啊，是不是都是金子做的呀？樊楼都用金银器，何况勋爵人家？若不是你不争气，怕苦怕难，那伯爵府的富贵还不都是你的？我那是不稀罕，让着明兰呢。再说了，别看她现在得意，大姐姐如此聪慧，在勋爵家里还要受苦呢，更何况一个庶女嫁过去，日后呢，恐怕她要哭都哭不出来。这苦啊，我也一并让给她。你这嘴硬的。大娘子，六姑娘说吴大娘子又派人送了些东西过来，她见里边有桂花油，想着五姑娘最爱用这个擦头发，就让小桃送了来。我平日里就靠桂花油养头发呢，这勋爵府的一定比我平日用的好得多呢。喜鹊，去试试。刚从吴大娘子家回来，这天都黑了，又送。六姑娘往林七阁送点什么没有？送了，丹局去的，只是不知是什么。凭的是什么？只要别碍着我如兰的道，一切都好说。他要跟林七阁斗，那就让他斗去，咱不看戏。姑娘，姑娘，六姑娘差人送东西给您了，说是伯爵娘子送了她一堆皮货，她一个人穿不了这么多，她特意送给您2张。我又不是乞丐，我不要他来施舍。滚啊！破东西，还值得往我们院子里送？不就几张破皮子？哪一天主君不给小娘姑娘买皮子做衣服了？真好气！你做什么？我们六姑娘好心送我们东西，你们却这样狼心狗肺。若不是我在墙角擦鞋子，险些被你们骗了。你得了吧你！谁不知道你们家姑娘明明心里头恨得牙都痒痒，却偏要装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来，骗谁呢？不就几个破皮子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你看到了又如何啊？难不成你还要到主君和大娘子房里告状不成？就是告了，你也捞不着什么便宜。破皮子，你好好瞧瞧，这些可都是上好的东西，价值连城的货色。你们是没瞧见，今日在梁府，那伯爵娘子是拉着我们六姑娘的手，一刻都不肯松开呢，还特意叫梁公子出来相见。我们人都走了，还追出来送了一车子好东西，这才叫真本事呢。怕是我们六姑娘指头缝里露出的这么点子东西，都够你们林七阁攒半年的了吧？你们木仓斋的，在自己院子里头横就罢了，还横到了我院子里头来。四姑娘教训的是，不过，怕是四姑娘也只是在这院子里头耍耍威风罢了。出了这个院子，离了这个家门，姑娘您不比谁都忍气吞声、低眉顺眼的呀？过去是平宁郡主，现在又是伯爵娘子，姑娘何时说话不陪着一张笑脸呢？这时候都拿起主人款了。不过我们六姑娘就不一样了，那些恭候伯爵的娘子们都夸我们姑娘比嫡女还有气派，上赶着邀她去玩呢。这两相比比，姑娘怕是拍马也赶不上我们姑娘吧？你竟敢出口伤人！来人，来人啊！快给我把他绑起来，明日就给我发卖出去！谁敢？我可是老太太派给六姑娘的女使，纵使是打破了油皮，也要老太太拿我的身契出来。到时候咱们就评评理，四姑娘，究竟是谁先口出恶言？到底是谁的不是？这么好的东西，就是给了要饭花子，也不能给这些不识好歹的人糟蹋了吧？好你个贱人坯子，竟敢在我家里头糟践起我来了！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家姑娘到底有多大脸！这下这个小娼妇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竟还敢叫你的下人上门羞辱我！姐姐，这是怎么了？姑娘，
四姑娘她嫌咱们的皮子破，打了奴婢一巴掌，还要把奴婢卖出去。四姐姐，你真的是错怪妹妹了，这是妹妹给你挑的最好的，给你送过去的。你少在这给我装！你别以为伯爵娘子瞧上你了，你就真的能高价了。我告诉你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，小心你一人闯了祸，连累了全家。姐姐原来是因为这个生气啊。那以后要是有马丘雅集的，我就让伯爵娘子也给姐姐送一份帖子过去。伯爵娘子对我无有不依的，不过一句话的事儿。你个下贱的小娼妇，你还敢在宫里面炫耀？你怎么叫你装？叫你装！我叫你装！叫你装！姑娘小心！要花花你的脸！姑娘开！你还要不要脸？被你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四姑娘要杀了我们家姑娘啊！还不快把姑娘扶起来！是。呀，被打成这样，快把姑娘扶下去，找个郎中来。是，姑娘。已经叫郎中去了。姑娘圆圆，怎么真被他伤着了？没事儿。等着我去拿药。你们都是木头啊！主子被打成这样，也不说拉着点儿。奴婢们实在拉不开呀。四姑娘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力气，为了几张皮子，她要杀了我们姑娘啊！把家法拿来。不，慢着。她们小姐妹拌个嘴的事儿，大娘子怎么还就要打人了呢？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爬出来叫嚣？这儿有你说话的地儿？在这府里油灯一样熬了许多年了，如今事有不公，怎么大娘子还不敢让人说话了吗？你养的好姑娘，放肆无礼，殴打姐妹，难道还动不得家法？拌嘴动手，谁家院里姐妹没有过？大娘子既生气了，各自骂几句得了。什么各自骂几句？他险些将我们家姑娘杀了，你当我们都瞎眼瞧不见？你个下贱胚子，几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是啊，你们都是明丫头的人，都是一伙的，我说的话怎能信？都是明丫头先动手的，我不过还了几次手罢了。房妈妈来了。老太太听说出了事儿，她叫我过来看看。大娘子，你吃力了，请刘妈妈先扶回去歇息吧。我统管全家。大娘子，方才你都气得发晕了，先回去歇歇，再来审小鬼儿。果然还是老太太心里是最明白的人。墨儿，快起来！谢过房妈妈，谢过老太太。感激房妈妈相救，墨儿问祖母安康。两位且慢，四姑娘就待在老太太房里等回话吧。方妈妈，这是何必呢？若是离了我们的眼，四姑娘身上若是有什么伤，到时候可说不清楚。来人，
请四姑娘过去。走，王妈妈。小娘，这大娘子也真是个直肠子，回回找人的道。得了吧，姑娘，你还是操心操心自己的嘞，不要破相吧。让我瞧瞧。主君，老太太说主君既回来了，请主君陪六姑娘一道去厅上问问清楚。是得问问清楚。走吧。父亲明鉴，我不过是和六妹妹吵了几句嘴，一时间恼火，扭打间也不知道手轻脚重的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女儿知道错了，请爹爹责罚。哼，吵嘴，吵什么嘴？吵嘴！你看看你给你妹妹打的，你什么事儿值得你下这样的狠手啊？女儿得了几张好皮子，特地想送给姐姐，可是没想到她竟然想打我。女儿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想了一圈，才想明白，怕是日前在伯爵吴大娘子的马会上得罪了四姐姐，这才惹下的祸事。你胡说什么？分明是你无礼的女使先羞辱我，你还亲口羞辱我小娘，叫她做小娼妇，我这才生了气，这才打了你。你小小的年纪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爹，你英明神断，这些话是四姐姐在我的院子里追着我骂我的。我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四姐姐这样颠倒黑白的人，竟当着面就栽到我头上来了。这话倒是不错，我问过木藏斋的下人，都是这个说法。主君，说这些话的都是六丫头木藏斋院子里的女使，自然是向着自家姑娘呀。你闭嘴！母亲息怒。你照实说。四姐姐记恨在马会上女儿丢她泥巴之事，这才上门要来殴打我。以上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假话，就让女儿脸上这道疤生疮流脓，变成麻子，一辈子嫁不出去。住口！这种话也可以胡说的。女儿宁愿死在闺中，也不想被人冤枉。泥巴是什么事儿啊？就前几日在马会上，女儿冒犯四姐姐，一不小心用泥巴弄脏了四姐姐的裙子。就为了这么个不小心，你就对你妹妹怀恨在心呐？她是故意害我在众人面前丢脸的。莫兰，明兰，你是故意的？啊？是，但女儿不后悔。说明了，男女同席，自然是不怕什么。可那边也说明了是男宾独席，若是四姐姐闯了进去，恐默默叫醒我们一家子兄弟姐妹，同气连枝，共荣共损。若一个人丢了脸，那咱们全家人都跟着丢了脸。
女儿不能看着四姐姐打着盛家的旗号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还想污蔑我？安住他！你做什么？放开他的手！翠薇，这可不就是那碎瓷片的印子吗？铁证如山啊！我要问的是，问完了。一个是养在亲娘身边的姑娘，一个是养在我身边的姑娘。我若说话，恐有偏私，你自断吧。我们走。母亲，母亲，儿子家教不严，让母亲受累了。明儿起来。是的。坐吧。你，马会失礼在前。你不但不感激你妹妹维护了你的名声，你反而对她怀恨在心。此处是你的第一罪过。主君，墨儿是个被教养出来的孩子，一切罪过都由我替他受了吧？啊，爹爹，墨儿知道错了，墨儿知道错了。墨儿她真的知道错了。现在知道错了。闺阁女儿吵架拌嘴也是常有的事儿，可是你不该动辄毁你妹妹的容貌。你此事传出去，盛家的女儿岂不让人笑话呀？你再落个刻薄凶悍的名声，你往后有什么前程？打20收完，关入祠堂，罚跪4过。没我的吩咐，不得出来。姑娘，你忍着点儿。疼啊！疼！我轻点。现在知道疼啦。若脸上留了疤，这永昌伯爵府，你更别想了。孙女本就没想过永昌伯爵府。孙女一直都想不明白，这吴大娘子想要什么样的儿媳妇没有啊？怎么偏偏非要找我这个庶女？她图个什么？那你问清楚啦？问是问不出来的。幸好我身边有个小桃，是个憨傻的，无论她说什么，都没人提防她。这些天，一茬一茬的桃花宴、戏曲会、雅集，投壶垂丸之类的。反正小桃认得了李尚书家母娘的婢女，母娘呢又认得英国公舅舅家的孙女方大娘子。这么兜兜绕绕的，才知道原来是梁家6公子自己捅了娄子，收不了场了。吴大娘子觉得我寄居好，觉得我像她，定能收拾她儿子的后院，这才许留到我跟前来。你这个机灵的，到底把他们家的事给打探出来了。来，那这女子的身份，你弄明白没有啊？那个梁家庶长子的媳妇儿的表姨母的庶妹的庶女。
上床。早些歇息啊。这也难怪伯爵娘子，本就是庶长子抢先中举入仕，自己亲生的良家六公子做了这么不闻之事，那女子更是扬言，若是不让他进门，便要撞死在永昌侯府的阶下。吴大娘子也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四处去物色儿媳妇儿，好给他儿子收拾这个烂摊子。你既然全都知道了，也不想去梁家，你这么激着墨兰和你厮打一场，又是为何？我是本无意梁家，但四姐姐非和我过不去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必枉担虚名。我知道，这些年你在家里忍了许多，实属不易。现在马上要熬出头了，就不要节外生枝，跟这些小人置气了，啊？哼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自己想通了最要紧，啊？我不逼你，可也不愿意看着你自毁前程。知道了，祖母。这个药，是贺家配的。你放心，你脸上不会留疤痕的。明丫头睡了？睡了，睡前还说疼呢。每日里好好给她擦药。是。我且问你，明丫头忽然和墨兰这样针锋相对，是不是有什么内情？六姑娘只说是气不过四姑娘总是平白无故招惹，今天闹这么一出，就是想要杀杀她的威风，叫她以后安生一些。真的，只是姐妹吵架，何苦弄得这样你死我活？是真的，不过方才六姑娘也说，没想到四姑娘这样心黑手狠，后怕极了呢。今后务必好好照看六姑娘，日后她有了好归宿，也有你的好处。老太太和六姑娘平日里待我如亲人，只要是为了六姑娘好，奴婢多尽心尽力也是应该的，可不敢想有什么好处。去吧。是。我看这几日上哥好的很多了。这老太太的药啊就是好。姑娘，贺家公子送药来了，说姑娘敷个3、5、7日，定然就好了。我刚说老太太药好呢，难不成贺家还有更好的药？可给贺家人半吊钱没有？不是下人送的，姑娘，是贺公子亲自送来的。药膏给他了吗？给过了，贺公子费心了。我们家姑娘的伤已经有了好转，这再加上公子的药膏，定然很快就能康复的。我们姑娘说，她想谢公子您一盏茶呢。不，女儿家伤在脸上，不管伤口多小，都是羞于见人的。六姑娘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我只怕她急坏了。劳烦姐姐转告六姑娘，只需要用我带来的药膏，便不会留疤。这是我祖母潜心多年研制的灵药，皮肉伤3、5日包好。奴婢定会转告我家姑娘。姐姐别嫌我啰嗦，本来我从右阳带来了青鱼，炖了汤拿过来，才知道六姑娘受伤了，身上有伤口，吃不得这样的发物，我只好拿去孝敬了老太太。等她伤好了，我再托人带几位来，我重新给她做。你千万要把话带给她。公子放心，我们姑娘她会明白的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
那我先走了。对了，这些东西是带给你家姑娘的，有些沉，一会儿你喊个小厮来帮你拿。啊，那和公子慢走。秋果，你送送公子。是。姐姐费心了，公子。姑娘，你看，贺公子真好，拿了这么多好吃的。那我们哪天去尝尝吧？太客气了。怎么样啊？小娘有没有向爹爹求情？我都跪了3天了，膝盖肿得跟吹瘪一般大，也不见得爹爹来看我一眼。怎么没求啊？可主君推说朝中公务繁忙，彻夜未归，2个晚上了都没回家住。小娘也是有心无力，抓不到人啊。爹爹是彻底恼了我了，爹爹不喜欢我了。姑娘别哭啊，小娘叫我给姑娘带个话，主君他总会回家的，到时候他会再去求的。小娘的本事，姑娘也是知道的呀，不怕主君不心软的。只是姑娘在这里也要做做样子了。不用你教我这些，你出去，只管告诉我小娘，让苏苏来救我。那姑娘吃点吧。姑娘别哭啊！姑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四姑娘晕倒了！不好了，四姑娘晕倒了！主君。主君，你来做什么？墨儿在祠堂跪了3天，不吃不喝，刚刚晕过去了。那就找郎中去。你在我这儿哭有什么用？墨儿他已经知错了，他现在身子又娇弱，实在是禁不住这样的重罚。红郎，你就饶了他吧。禁不住？啊？那明兰就禁得住他的巴掌，禁得住那块瓷片儿？墨儿是动手了，但那也是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苦处。吴大娘子要咱们家女儿去雅集，大娘子偏不带墨兰去。他心里着急，好不容易去了一趟，明明男女都在一处，可六姑娘又说她独在外男面前露脸，她吃了好大的诬陷，有口难辩。我真的是一时心急，这才……他有苦处同我说便是，你大妈妹妹成何体统？何况明兰素日是个知书识礼，不是张扬的孩子，这我是知道的。
一定是墨儿误会他了。是，六姑娘从来都是知书达理的，两边都是姐妹，她也不好这样苛责她的嫡亲姐姐。红郎若是不心疼她，那妾身愿意替她罚跪，妾身就去祠堂替她跪着。爽儿，爽儿，起来。怎样？你此事已经平息了，偏又要闹出来。你这个身子还不如墨儿的，你怎么能代他受罚呀？红郎，我真的是为了痴心，连累了墨儿。墨儿的终身大事，你真的不能不管啊！你的苦楚我怎能不知啊？这样吧，墨儿不必罚跪了，可到灵溪阁休养，禁足3个月，这样在老太太面前也说得过去。3个月，那岂不是把她憋坏了？不让她出门，就是怕她打骂妹妹这件丑事传出去，名声不好。这已经是偏袒她了。若是让大娘子知道，不定怎么同我吵啊。可现在正是天高气爽，贵家豪门四处相看的时候。也不必相看了，我定为她找个如意郎君。红郎，我知道你为了我们母女也受了多少委屈，双儿心里都记着呢。若是大娘子有什么不满，双儿去给她磕头，磕到她满意为止。哎呀，算了，你去了，她只会闹得更凶。若是将丑事抖到外面，那便不妙了。我只求咱们盛家呀，能够肃静安生，这比什么都好。等风头过了，我豁出自己这张脸去，我亲自为墨儿一亲，这总行了吧？书斋之地，成何体统？我昨儿想了一夜，进京代考的举子里啊，有一个姓文的书生，叫文延庆，品貌可堪，文章写的也好。你跟墨儿不是惦记他的婚事吗？我看匹配此人为好。红郎看上的学生自然是才貌双全，就是不知道是哪家大人的孩子啊？你说嘛。并不是什么大人，但也是清白门第。虽然世代务农，但祖辈一直在读书。到了他这儿，年纪轻轻便是举人了。务农？务农啊！那他家有多少田地，多少房产，有无买卖商铺？只有包田几亩，由家中老母兄弟打理。虽说不是富贵，但也不愁吃穿。这怎么成啊？红郎，我知你的意思，只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短处啊。我瞧此子啊，颇有才华，金榜题名那是早晚的事。你将来肯定会有一个好的仕途。咱们墨儿这不成。墨儿她金尊玉贵，怎么能嫁给那样的贫寒之家？难道只有嫁入高门才算是家吗？那如兰还是嫡女呢，大娘子也不曾想让她攀高枝啊。明兰在老太太跟前养着，族谱记在大娘子名下。那老太太论起婚事，也是只看人品，不看门第的。
这些话都是他们说来哄你的。谁家嫁女儿不想嫁入高门大户？嘴上怎么撇清都不管用。那老太太跟大娘子定是私下询问着。你若不是只看人品才干，那你当初为何撇了外头的正头娘子不做，来做我的小妈？红郎的才貌，怎是那小子比得了的？只是我有红郎这样的才俊为夫，怎么心甘让咱们的女儿嫁给那样的人？女婿上进才是正道，登高必跌重，迟早是要吃亏的。红郎，好了，我知道你是担忧着墨儿的前程，我也疼他呀。这个孩子是我仔细挑选的，定然有福分。放心吧，啊，吃了早饭我还要公务呢。行。哎呀，行。怎么啦？那林小娘一哭一闹，要死要活的，主君就没辙了。主君为了林小娘，才不管姑娘死活呢。傻小头，父亲都不是为了林小娘，他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而已。我拦住了四姐姐在众人面前出头，风波还未起便已平，他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只要这家里边安安静静的，能维持个和和气气的，别管下面人受了多少委屈，滴了多少血，他都不在乎。姑娘，你都豁出了破了相要断送一辈子的代价，也就这么个结果。不然别弄了，别真伤到自己了啊！不打紧。既然这祸事不够大，那就再大一些，大到不能遮掩。六姑娘，老太太叫我来跟六姑娘说一声，贺公子来了，送了好些东西来。姑娘若是身上方便，就去谢谢人家。哦，我这脸还没好，烦请姐姐回禀一下，说我下次再去拜谢。我看还是贺公子好，每次来都送一大堆好吃的，这才贴心嘛。不知道这次有没有玫瑰饼啊？嘿，就知道吃。来了，姑娘，他们来了。姑娘，你看，是不是我跟你说的那样？还都穿着新衣裳。那个盒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？我去问问看。啊？去啊！哎，别找单据崔卫那几个大丫头，找小桃那个蠢的问。嗯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姑娘别生气，奴婢也得等小桃落单了，才好去找她持久套话。怎么样啊？都说什么了？小桃那小傻子，两盏下肚，什么都说了。是大娘子说，伯爵娘子如今常常来，叫他们别丢府上的人，都穿鲜亮些，好歹撑撑场面。吴大娘子常来，为什么我都不知道？小事，伯爵娘子不叫大叫姑娘吧？她为什么要常来？难道她真的定了明兰了吗？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看看。姑娘千万不能去，你上次划破六姑娘的脸，主君说不定还没消气。你这一去，不管说什么，都一定没好果子吃。若我不去，
难道就在这里坐以待毙，眼睁睁地看着明兰嫁入豪门吗？可六姑娘毕竟是老太太的心头肉，主君也拗不过老太太呀。咱们还是找小娘商量对策吧。说了不会扶我的，为什么要扶我呢？别人哥哥扶了，五郎也要扶我吗？一朝花开傍柳，寻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眷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眷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